这一集我们沿着黄河前往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关隘之一潼关古城。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人自由行。今天前往潼关，走。前方进入三门峡东收费站。潼关，我们到了，来了。沿着连霍高速西行，来到洛河、渭河、黄河三河交汇口，只见黄河90度急转，自北向东滚滚而去。紧挨高速公路南面的秦岭山脉，山峦叠嶂，谷深崖绝，千里黄河此一湾，寒风激浪射潼关。这里就是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尽埋中古的雄关险要潼关古城。我们所见的潼关古城是一处依山而建的仿古建筑群，设置有步行游览道路，从山坡拾阶而上，就来到了居高临下的山河一览楼。从这里俯瞰，黄河抱关，气象万千。向东继续前行，就来到了古民居遗址。这里以老墙砖和老石条复原呈现着潼关古城街巷的脉络布局。12生肖广场采用圆形对称的布局形式，以道家玄学为依据的12属相、八卦水井，中央是汉白玉日晷。接着前行，广场中央的雕像为女娲团土造人，相传女娲用泥土和黄河水在这里捏造了人类。女娲像前面还有神话园和望河宫。除了步行游览通道，还有车行游览通道，我们就是开车走这一条路上去的，整个景区免费。穿过灰墙黑瓦的古建筑群，我们来到了雕梁画栋的钟楼。楼边上的这口钟是瓷钟，传说是明万历年间黄河洪水带来的。瓷钟止于潼关，雄钟则流于陕州。这里也是潼关8景之一道关神钟。钟楼北望，黄河铁路桥过去，对岸就是枫林古渡口。离开钟楼，开车来到女娲广场，自驾的车可以把车停在这里。黄河秦岭山河相望，山河一览楼也是潼关博物馆。自古多战事，华夏属潼关。关于潼关的一切，这里都有答案。我们进潼关博物馆进去看看。这里就是潼关博物馆，讲了潼关的历史。秦有潼关，蜀有剑阁，皆国之门户。这是《春秋传》对潼关的评价。正是有了潼关这个天然的军事要塞，历史上关中秦地总能稳如泰山。潼关古城为什么能够成为保卫关中平原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隘？这幅地图看得很清楚，它是一个工字形的防御体系。你看啊，上面是渭河、黄河，是工字形的上面一横，底下是险峻的秦岭。那这黄河和秦岭中间大概只有30里的宽度，非常狭窄的一个区域，所以要从河南那边中原要进入关中，只有通过这条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河再往北，它是个大拐弯，
往北一直都是黄河，你越过黄河也是很难的。那这一带区域为什么说要从潼关古城过呢？这30里这南面为什么过不去呢？因为黄河是一条摆渡河，它在这一块来回冲刷，你看它冲刷了好几条深沟，这个远望沟、晋沟、那个铜锣川，这些深沟给军队的作战行军就造成了巨大的困难。像唐朝的时候，像晋沟这一块都是禁止通行的，它就是为了保护长安嘛。但是呢，它禁止通行也疏于防御，所以在黄巢起义的时候呢，黄巢起义军就从晋沟这翻了过去，把潼关给攻破了。后来的官府呢，就完善了这条体系。你看，他建了个叫12连城，在这晋沟上面呢，建了12个城堡，把这一块都防住了。所以呢，潼关古城非常重要，就像围棋里的眼位，你把它攻破了，这盘棋就赢了。他要守住了，做成眼了，他就活了。潼关古城如果守住，整个关中平原就高枕无忧。后面这幅图就是讲的潼关保卫战。1937年11月，日军攻破了太原，同时向潼关发动了进攻。在这幅图里呢，日军是从山西，就是黄河的北岸，向南岸的潼关发起了进攻。然后这座城楼大家看见了吗？就是潼关城城楼嘛。这幅图就是当时抗战将士奋勇作战的场景，英勇的潼关军民凭借着潼关天险，从1937年一直到1945年，整整8年，日军被挡在潼关城外，寸步未进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。这就是著名的潼关保卫战。哇，这个就是抗战碉堡，坚守了8年，在这儿呢，就在黄河边上，跟对岸的日军炮击。这是炮眼。